在贵州一座大山之巅上，竟发现一座非常神秘的房子。从航拍的视角可以看到，房子四周都是连绵起伏的大山，一望无际。这座房子就修建在海拔约1900米的群山之巅，四周更是茂密的原始森林，层层叠叠的枝叶仿佛织就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，将外界的纷扰全然隔绝。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在这座大山顶上，竟然还隐居着一位年近90岁的世外高人。他孤身一人，已经在这里隐居近30年了。那些曾经被人追逐的繁华与热闹，他已全然看淡，再不过问。这地方人迹罕至，想要抵达更是难如登天。这已经是我们第3次来到这里了，前2次更是无功而返。这次经过多方打听，终于才得知需要踏入这片被遗忘的深山老林中，沿着一条蜿蜒曲折、荆棘丛生的小路，最终才能抵达。让人不禁好奇的是，在这么原始的环境中，长达30年的时间里，他到底是怎么生活的呢？下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探访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雪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贵州的深山里面，准备前往山顶房子那里。这地方真的是与世隔绝，到底有多远呢？从航拍的视野可以看到，这座房子呢修建在群山之巅，房子的四周呢全是茂密的原始森林，层层叠叠的枝叶织得就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，将外界的纷扰全然隔绝。这地方人迹罕至，处处透着原始而神秘的气息。我们去过那么多地方，这个地方第一次让我感到对大自然的敬畏。刚才我们用无人机勘察了一下，并没有发现任何路可以通往那里。不过很幸运的是，当地人呢给我指引了这条路。他们说从这条路徒步上去的话，大概在2-3个小时左右。现在我们得赶紧出发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呢，我们是穿梭在这片竹林中的。这地方盛产竹笋，跟大家实话实说吧，这个地方我来了几次，但每一次都是无功而返。第一次是因为这里的天气原因，因为山里嘛，天气总是千变万化的。那个时候我们来的时候，那个雾特别大，就是那种伸手不见五指。第2次来的时候，是因为这个山里面信号的原因，当时的手机呢是完全是没有信号的。你想打电话呀、搜索地图呀，都是完全搜不到的。包括今天也是，手机一点信号都没有。不过还好，今天来的时候遇到了当地人。这条路呢，走到这里了就走到底了，那边是没有路的。在这边呢，我们发现了一条小路，应该是顺着这条小路上去。从这个山的形式来看的话，现在我们是往爬山路段。这条路真的是非常的隐蔽。刚才我们从无人机的视角看下来，完全是一片原始森林，都看不到路。这条路好陡啊！前2天刚下过雨，上面还有点湿，这个地。刚才我都忘记计时了，现在我们来计下时，看一下到达山顶需要多久。现在是11点12分。刚才我们在底下遇到几个当地人，我问他们平时上那个山顶需要多久，他们说2-3个小时。我估计我的话，这个时间可能会更久。这个山实在是太陡了，我感觉走起来特别的吃力，我都不敢想象后面的路得有多难走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好奇，现在是春天，正值这个竹笋破土而出，然后吃竹笋的季节。我们走在这里面，一根竹笋也没看到，包括也没有遇到当地人。因为这个竹笋呢是当地的一个特色，叫做风竹笋。这个呢只有在冬季才能吃到新鲜的竹笋。
虽然说今年天气比较好，太阳比较大，但是走在这里面一点都感觉不到炎热。你们看，这里面风特别大，走在这里面是非常的凉爽的。我感觉我们踏入了一片被遗忘的深山老林中。我们沿着这条蜿蜒曲折、荆棘丛生的路艰难前行，让我想起了提破山寺后禅院中的“曲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”。你们看这个竹子长得遮天蔽日的，走到这里好像是没有路了。看这里有一条小溪，好原生态呀！我们一路走过来，看到了好几条小溪。从这里来看的话，它这边原本是有一座桥的，不过看样子很久没有人走了，木头都已经腐朽了。这个路是越走越窄了。哇，我的天哪！我们走了1个多小时才到这个山的山脚下，你们看，就是那里。从这里呢，可以隐约的看到那个山头。刚才我们是一直在竹林里面绕来绕去的，那个路啊非常的绕，一眼看不到头。抬头是竹子，低头呢也是竹子。虽然说我们已经到达这个山的山脚下了，但是呢，我感觉从这里上去估计还要1个小时左右。现在我们又进入刚才那段路程了，你们看，什么也看不见，这个路也是一眼望不到头。大家看。这一段路落差非常的大，旁边呢就是悬崖。现在我们是在爬山的路段了，这段比刚才那段走起来还要吃力。大家看这些竹子都是弯的，可能是因为它的叶子太重了，竹子支撑不了。终于走出这片竹林了，瞬间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。这边有几个大字，上面写着“鼎云胜境”。我
感觉走过这段石板路就可以到达山顶了。这条路看似很陡，其实呢，一点都不好走。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位置明显在往上升。大家看这个底下，哇，你看这么高，是一个悬崖绝壁。 看着真的是非常的危险。其实我们已经到达这个山的山顶了，但是呢，还没有看到房子在哪里。我看看，我们终于到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，现在是14点19，刚才我们上来的时候是11点12分，差不多花了3个小时零几分。哇！你们看它这个台阶，好有年代感呀！这么大的条石，它是怎么搬上来的？你们看。 在上面塞了很多被条，应该是有人居住在上面的。有人没的？有人没的？有人在外头没有？怎么有人回应啊？ 这里门口放了一双鞋。今天我们终于在这个庙里面找到了这位爷爷。这位爷爷呢，他姓贾。爷爷今年年纪有好大？我有80，要来89了。要来89了。嗯。那你从哪个时候上来做的呢？我64上坡来的。64，现在89，20多年了哈。嗯。那这个地方这么高，有水没了？水方便不？有啊。有啊。有噻。水那个是灌挑吗？还是有自来水啊？我提给噻。我提。哦，这个水它是自己提的。上面了。这上面有钉没了？这个呢？嗯。这个有啷啊？钉。柄啊？钉。通钉吧？啊？就是灯儿，用灯儿方便不？有太阳灯啦。有太阳灯儿。哎。哦，这上面有太阳能安装的有。那你上面生活啷个办呢？生活？生活啊？嗯。那香啊，米都还在那里。哦，那你菜呢？菜这些呢？啊，菜是都恼火哟。菜恼火。还不是背到那里来，让大老板让我让60个，让我阿舅我喊娘还让我拉在那个厂上头。哦，就是有人给你送上来是不？哎。哦。是这样的喽。哎。那你多久下次山呢？我起码半个月来下山嘛。半个月才下去上山。嗯。
我们上来花了好长时间，3个多小时。恐怕上的这恐怕要最少都要3个小时吧，4个小时。我们上来的时候花了3个多小时，多一点，多几分钟。可能我们走得比较快。那你平时上来的话要花30个小时哈？你平时自己上来的话要花30个小时。因为说呢，你才走去这个地方了，你要背东西了，不是空脊梁马上上坡来了。那你平时上来，你是每次下山的话是下山买东西上来？3个了。它这上面它是有菜地的，现在是还没有到那个它种下了还没有发芽，所以现在它的物资比较紧缺。我看你刚才吃饭没吃菜哈，准备了菜吗？我帮你紧慢慢吃。菜看都谭老师，一顿又吃不到好些的啊。一顿1平碗米吃2顿都吃不到啊，都倒大的整坨吃的。他一天煮1碗米，自己吃几天都吃不完。是那个了，吃碗把饭都吃不到的东西干，3个了。爷爷现在已经心无杂念了，他都不玩电子产品，像手机啊，根本就不玩。他岁数都88、89的。88、9，但是你的身体哈，看不像是80多岁的，像看不50、60岁。因为是这个意思啦嘛。你这个人呢，你说剃个光补啊，人家看见也讲了，这个点的能动力大。我说你们当我剃了个噻，还是当我数量跟那个，让我包个帕子来搞点。那这个庙是哪个朝代有的呢？这个庙的朝代是属于汉朝。汉朝将军诸葛亮刘伯温。汉朝嘛就是那个汉总理。总理族都是皇帝他又修行了。他还不是在山坡坡上哭泣的人，要才他都成了神了，你们知道哈？你们拜到你们听嘛。汉朝时候收的，也是几百年前下的了。汉朝时候兄弟不要到哈儿嘞。你这个庙叫哪名字呢？这个庙叫哪名字啊？这个庙叫鼎清咯。叫鼎清。这个庙的名字叫哪名字啊？叫三界山鼎云寺。三界山鼎云寺这个地方叫。我看它这个哈，它上面是经过修复过的哈。修复过的了，修好几次了。修好几次了。修恐怕看这个架势了，都修从汉朝时候一起，汉朝将军时候一起嘛，都是300-400年了的了，400年有的了。汉朝的话，怕是有1000多年了。有1000多年了。1000多年了。因为你汉了之后又是唐了嘛，就是隋朝嘞，后面隋嘞。汉朝的时候都是唐朝汉朝之后就是隋朝。隋朝。隋朝就是唐朝，唐朝就是宋朝，宋朝呢又是明朝，明朝又是清朝，清朝它就到现在嘛，它民国又是到现在。恐怕我估计了30倍年有的了。30倍年。你来的时候它是哪样子啊？这个庙，你来的时候这个庙是哪样子？我来我那时候这个庙烂起沙。它是刚穿哈。要台哪个呢？这边属于四川的苏会手，苏城有当中会手。我在这里拖棒棒啊！你们我是耍嘛那个，老的汽车都要拉个3、4车，说啷个你想做的？好这个那个3级车的苏城有过的他的兄弟，好像贾师傅那棒棒啊！你没有看见那是哈哈？我说在这个学校不好读这个学校。不下去，不出汗水，你要想得个神那是不可能的事。好，他苏城阳的有老棒棒好，这根棒棒不好捞，
切过去切过来。他谈这个学校确实也不好读。你当时来这个庙的时候有人没啦？啊有哦，你有了哈。有好多会手哦，哦，上来了。有人来这来了。哎，在这里来嘛，在这里来嘛哈，我都拖棒棒，我又是啷个想的呢？啊。我这个学校只要把这个学校都读出来呀，一谈的不是个神仙了。你们看我这个人了哈，像会木头的个，因为是哪呢？是个神仙个，是个三王菩萨个。过来我在这手拿呀嘛手。这边看那个雾渣渣，那边那个矮矮，中间那个顶着，中间那个顶着都在路边走。你们拿眼睛看，眼睛都看得到个。兄弟，你老家是哪儿呢？我老家是安昌咯。安昌就是镇安县。镇安县下的。哦。你这儿有好远呐？好远呐。可是这几年是都谈不完的进度。那你以前你们在安昌下来，新州70年了，你们走这边小垭口，少谈点吧。40年路有嘛。那你回去的话要走好久啦？蛮子，我跟你谈嘛，小姑娘，你回去做哪样嘛？回家，你回家都谈真的叫哈，你请了几回的喽？请了2、3回的喽。我是说，我不当你们喽。那些年轻人呢，要不要有些时间又看不来。家人来过来请我，你喊你回家呀？我说你们喊我喊个三王菩萨都算了，还有哪样了？还就你们起来转。这位爷爷应该是不想给家里的人增添负担。贵阳给切过来，公，你去嘛？你贵阳鼓商的嘛，你就安昌来嘛，我晓得了哈，贵阳有鼓商鼓个年82年嘞。哎呀。你这个老公公你去，那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又不好，又是人家里从货哈，我是吃饭都要戴起眼镜儿吃，我这个都没有去过。过来我啷个不去？那嘛，就是这个。你说你管孩子想在这上面？我是这个意思啊，年轻人。我这种人是啷个意思呢？不管我是个神仙了，我还去当他一路做了，我不晓得进羡慕啊嘛，或者是当他们一道生活啊。光是你吃了这个城市干了有哪意思的哈？我在这个呢，修仙修福，就是谈的像汉朝时候的皇帝样的几不好哦哈。爷爷还是喜欢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，那种无拘无束的。这样啊，小姑娘，已经成了神了，你和那些狗是现在一些孙媳妇都有我的了，孙媳妇那个娃儿都是17、18岁了。有重孙哈？有重孙。姓张啊，是昆明军区姑娘。等于说你的孙子都已经成家了，有小孩了。像都是我们贵阳的吧，都现在都是有我10几岁了，45岁了。爷爷已经看破红尘的，毅然决然的躲到这里面修行。还有人谈了没得？好，没得了，非常感谢你哈。不要紧，谢谢你。阿弥陀佛嘛，善哉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寺庙的里面。爷爷说这些菩萨不方便拍，那么我们就尊重他的建议。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大概的环境。它这个寺庙呢是一个4角天井的设计，像一个4合院。你们看，它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池子。这个池子它的作用呢是在下雨的时候，上面的房檐上流下来的雨水，然后汇集在这里面，然后由旁边的一个排水孔排出去。这样的话，它里面是不会积水的。这边有一个菜板，爷爷他每天切菜就在这里切，还有一个
没吃完的一个包菜。他每天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。这里面是一个厨房，这里有个灶台，不过呢，你们看，已经坍塌了。他平时都不用这个灶台的。这边有一个橱柜，里面摆满了一些碗具和筷子。这边，它这里面空间是非常大的。这里面很多石墙和石柱上都刻的有图案，你们看，这边应该是一个鹿。这位应该是一位神仙，感觉。它这个寺庙规模真的非常的巨大，你们看。不知道这里以前是干什么用的，应该是僧人的居住的一个地方，感觉有点像。在这个寺院的正中间是一个大雄宝殿，里面供奉了很多神像和佛像。出于对这些的尊重呢，那我们就不进去拍摄了，我们上楼去看一下。这个楼梯修的挺陡的。底下那个寺庙里面是非常的凉爽的，这上面阳光还是非常充足的。它中间呢是一个天井的一个设计，你们看，果然是站得高看得远，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在这边有一个石像，看这个样子应该是一个石狮子，应该两边各有一个，不过只剩下这一个了。再来看一下这个柱子，这个柱子上雕刻的有花纹，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。在没有用钢筋水泥的情况下，竟然还能立得这么稳固。你们看，注意看，它这个是采用的古老的技术，榫卯技术。连这个石柱子都是采用的榫卯技术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好久没有见到这种柜子了，太有年代感了。你们看，在这个石匣上刻的有这个花纹，这边是一个石猴，它的做工还是非常的精美的，感觉像真的一样，栩栩如生。这边还有一个凤凰吧，这个应该是。应该是一只鸡。你们看，它有一个鸡冠子，上面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？一时想不起来。这边是爷爷生活的一个区域，他每天煮饭、吃饭啊都在这里。你们看，他一天过得比较清贫，一天粗茶淡饭。爷爷说他对吃住穿都是没有太大的追求的，太大的需求。因为他已经看淡了。爷爷说，这座寺庙是在汉朝的时候就有了，但是没有任何资料和碑文记载。从这个建筑风格来看的话，应该是在明朝的时期的。寺庙所有的建筑，它的材料呢都是以这个青条石为主，除了上半部分，因为上半部分是用水泥封的，它后面是经过后期修复过的。这边还开设了有一个窗户，你们看这些锈迹斑斑，这都是岁月留下来的沧桑。听爷爷说呢，在这个房子后面呢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观景台，在上面呢能俯瞰四周的山脉。这个地方之所以叫三界山，因为它是3个地方的交界处。
往这里上去就到了。这边这个位置呢，是整个三界山最高的一个地方。这里给我第一个感觉呢，是像是某一位仙人得道升仙的一个地方。现在是属于傍晚了，你们看这个雾气在逐渐的慢慢上升。在这里看风景真的是绝了，你们看，真正的能让人感受到什么是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听爷爷说呢，这个地方是3个地方的交界处，分别是重庆的南川，然后贵州的桐梓和正安，但具体是哪个方位我不知道。不过今天很可惜的是啊，你们看这个雾罩逐渐的上升，已经看不清四周了。这边有很多碑，不过呢，经过这些时间的风雨侵蚀了，已经看不清楚了，有几块都完全看不到了，能看见的都是近代的。爷爷呢，他是从世俗的洪流中抽身而出，一头扎进这个深山，过起了闲云野鹤般的生活。那些曾经追逐的热闹与繁华，他已经不再过问，已经不再追求了。太佩服他了，在这么清贫寡淡的环境下，居然还能生活20多年，真的是太敬佩了。那爷爷们，那爷爷，那我们今天先这样听下了，我们要赶下山了。我们下次再来哈。好的，好，那你你们不要跟那个马路走，你们那个过上啊，不是插下去都跟那个走。你们的车子吧，恐怕停在那边的嘛。那你气都看不到你的车子哦。你们都跟那个过上啊，不是下去。不晓跟那个马路过去。跟那个马路过去都不对头哦。好。这车子都看不到哦，你没到。那你在山上等哈，那你要注意身体哈。不要紧。好。我这个点干，你看我这种情况，你把我。那么今天就到这里哈，下次再见，下次再来看你。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